上了年纪之后，许多老人都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辛苦积攒了一辈子的存款，要放在哪里才最安心、最稳妥呢？手里握着足够的存款，遇到紧急情况才不至于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笔钱是老人晚年的底气，但存款该如何保管才好？是全部交给子女保管，还是自己攥紧不放？如果提前给了子女，万一孩子对自己不闻不问怎么办？如果一分不给，等到将来自己出了意外，需要用钱时，却没人知道钱藏在哪里，又该如何是好？养儿防老这句老话，在现实中反而变成了老人的一道难题。现实生活里，这方面的教训并不少见。一位老人将所有家产提前给了儿女，希望他们安心照顾自己的晚年。结果儿女拿到钱后，态度急转直下，各种嫌弃，最后干脆把老人送进了养老院了。老人有苦难言，孤独抑郁，不到1年就郁郁而终。另一个朋友则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他一辈子对子女不放心，把所有钱藏得严严实实，谁也不告诉。结果突然中风去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他的存款到底有多少，连孩子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了，要继承也很难，办理起来非常麻烦。听说好几年了都没拿到手，孩子们抱怨不已。老人死后也不得安宁，老人生前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没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反而成了子女的烦恼。这样的结局，想必是所有老人都不愿看到的。那么，上了年纪，存款到底应该放哪里？怎样才能既保证自己的晚年有充足保障，又避免发生上述那些遗憾呢？一位72岁老人的经历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就称他为老赵吧。这位老人想出了一个妙招，巧妙地在存款安全和晚年生活之间取得了令人称奇的平衡。背景：老赵年轻时吃了不少苦，靠着勤奋踏实攒下了一些家底。他和老伴养育了一儿一女，为了儿女成家也付出了许多，给儿子凑了房子的首付，给女儿准备了嫁妆和车子，加起来花了30多万。不过老两口勤俭持家，退休时手头还是有一些积蓄，加上两人每月将近7000元的退休金，晚年生活起初过得衣食无忧。他们对钱财看得比较淡，觉得两人身体尚可，钱够花就行。退休后最初的那些年，日子过得自在而快乐。老两口还经常一起出去旅游，跳广场舞，唱戏曲，享受难得的清闲时光。变故。然而人有旦夕祸福，好景不常在。在老赵72岁那年，一场意外降临，他携手相伴一生的老伴被查出罹患重病。老赵倾尽全力，花了20多万为老伴治病，依然没能挽留住爱人的生命。老伴的离世对他是非常大的打击，他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0岁。过去有老伴相伴，他从未感到孤单。如今房子里冷冷清清，每天晚上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无边的孤独、寂寞、空虚席卷了他。他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如此无助。那段时间，精神几乎跌入谷底。老伴去世后，他的孩子们对他很关心，还主动提出愿意接他去自己家里照顾。当时儿子儿媳热情地邀请他到城里同住。老赵心想，自己一个人实在冷清，儿孙绕膝或许能冲淡心里的孤单，也就答应了。他简单收拾了衣物，搬去儿子家，开始与儿子一家共同生活。儿子家里刚添了一个大胖孙子，需要人帮忙照看，老赵正好可以搭把手，过起了含饴弄孙的生活。同住的尴尬，起初几个月，一切似乎相安无事。然而时间一长，一些矛盾和不便慢慢浮出水面。儿媳觉得老人许多生活习惯和年轻人不同，嫌他过于溺爱孙子，不太讲究卫生，做饭的口味也不符合他们小家的喜好。人上了岁数，难免动作慢，观念旧，儿媳妇有时难免有意见。老赵也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在儿子家处处小心翼翼，生怕给儿子儿媳添麻烦。即便如此，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是不断累积。儿媳觉得老人带孩子太惯，炒菜油盐不对味。老赵则感到在别人家里总放不开手脚。住了3年，直到孙子上幼儿园，老赵终于决定主动离开。他心里明白，人老了，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老窝。无论儿女家里条件多好，终究比不上自己的家。
住着自在。他对儿子说自己想回老家小住一阵。儿子儿媳虽然有些意外，但也理解老人想回故土的心情，便没有勉强挽留。回到乡下老家后，老赵逐渐从丧偶的悲痛中走了出来。他和熟悉的邻居们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清晨在自家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浇花喂鸟，白天和邻居老友们一起下棋拉家常，有时兴致来了就提着渔具去附近河边钓鱼，晚上看看电视读读报纸，远离了儿媳挑剔的眼光。在自己的1亩3分地里，他反而觉得轻松了不少。虽说孩子们不在身边，但他也不愿再给他们添麻烦，决心尽可能依靠自己把晚年过好。孤独与担忧，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孤单的感觉并没有完全消散。随着年岁渐长，老赵夜里经常失眠，一想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住，心里就有些发慌。他开始思考一些让他不安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他突然在家里摔倒了，生病了，甚至像邻居老刘那样半夜发病去世，身边连个喊救命的人都没有，那该怎么办？孩子们都不在身边，等发现时恐怕为时已晚。还有他辛苦攒下的这几十万积蓄，将来要是自己脑子不灵光了，或者发生意外，这钱该怎么处置？他想起白天听街坊们提起的那些极端案例，更让他心慌。提前把钱都给了孩子，自己可能被冷落无依，一分不给又可能造成财产冻死。这两个极端就像两记警钟，让老赵认识到存款的处置稍有不慎，晚年生活都可能陷入被动。左思右想之下，他意识到必须尽快为自己的存款和晚年做好周全安排，才能消除这种不安感。于是他开始精心策划，准备走出一步妙棋。这步棋下得好，既能保障他的养老钱安全，又能激励子女对他尽孝，一举两得。首先，他决定试探一下两个孩子对待自己和钱财的态度，只有摸清了子女的心思，他才能制定下一步方案。于是一天，他把儿子、儿媳和女儿、女婿都叫到了老家，难得一家人团聚。他郑重地对子女们说，自己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手头还有10万元积蓄一直放在自己这里，他不踏实，总担心将来万一自己糊涂了或出了意外会把钱弄丢。现在他想把这笔钱分成2份，让姐弟俩各帮忙保管一半。一来年轻人头脑灵活，不容易忘事；二来万一哪天他急需用钱，孩子们手上有现成的可以及时拿出来救急。儿子女儿听了都没有异议，对他们而言，父亲愿意把钱交给自己保管，是对他们的信任，而且父亲也说明这钱依然是他的，只是暂时放在他们那里托管。于是姐弟俩都表示愿意照办。很快，一人从父亲手里接过了5万元现金，郑重地答应一定妥善保管好。老赵看着2个孩子爽快地同意，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时间过得飞快，转眼3个月过去了。这期间，老赵一直观察着儿女们对自己的态度，表面上看并无明显变化。他决定启动第2步计策，检验2个孩子是否真的可靠可信。这一天，他分别给儿子和女儿打了电话，语气听起来相当焦急，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现在急需用钱，让他们赶紧把之前保管的那笔钱送回来，越快越好。子女反应对比，在这个关键时刻，儿子和女儿的表现截然不同。女儿一听说父亲着急用钱，以为他生病出事了，电话里立刻紧张地询问父亲身体怎么样。随后他二话不说，马上让女婿开车陪他带上钱赶回老家。当天傍晚，女儿就带着5万元现金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父亲身边，不仅钱一分不少地送回来，他还执意要带着父亲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检查完了又说要接父亲到家里住一段时间，好方便照料。女儿的体贴和担忧让老赵倍感暖心，他眼眶都有些发红，深深觉得女儿知冷知热是靠得住的。而儿子在电话里的反应却大相径庭，他既没细问父亲身体怎样，只是一味的推脱说现在给不了钱。他在电话那头含糊其辞地说自己业务上出了些问题，那5万块钱已经先拿去帮他救急了，一时半会儿还不上来。儿子声称他不是故意不还，实在是遇到困难，希望能再等等。听着儿子轻描淡写的语气，老赵沉默了许久，只觉心一点点凉了下去。挂下电话，他长长叹了一口气。
这声叹息中有对大儿子的失望和埋怨，但也夹杂着一丝庆幸，庆幸自己提前做了这场试验，认清了现实。那天夜里，老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一片漆黑，他脑海里反复浮现白天儿女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对比之下，他心中有了定论，以后真正能靠得住的恐怕还是女儿。至于儿子，自己的养老大计里不能过度指望他了。他回想起年轻时对儿子的栽培与帮助，不免心寒。转念一想，儿子或许也并非故意不孝，可能是一时贪念挪用了不该动的钱。但无论如何，钱在儿子那里恐怕已经凶多吉少，得另想办法保障余下的财产安全。老赵当即下定决心，要为自己余生的积蓄制定一个周密的保障方案。第二天，老赵就行动了起来。他先是打电话把女儿单独约到了身边，坦诚地对女儿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他一个人独居，有些事还是要提前安排好才放心。他还告诉女儿，自己手上还有一些存款和财产，不能等到将来出事了再手忙脚乱。他直言，昨天通过姐弟俩的表现已经看出了一些问题，儿子那边的钱先不指望了，希望接下来女儿能帮他一个忙。老赵把剩余存款的情况向女儿做了交代，扣除之前拿出的那10万，他手里还有大约30万元的存款，老家还有一栋房子和一些田地，这些都是他准备留作养老和日后遗产的东西。他已经想好了分配和保管的办法，需要女儿配合。随后他带着女儿去了当地的公证处，正式立了一份遗嘱。遗嘱中列明了他名下所有财产的归属安排，包括老家的房产和存款。在遗嘱里，他郑重写明，如果在他生前，子女中有人对他不闻不问、不尽责，他有权修改遗嘱，减少乃至取消其财产继承份额。若2个孩子都不孝顺，他就把财产捐献给公益。简单来说，就是给表现良好的女儿多分一些资产，儿子则相对少一些，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同时，他也留了一手，明确表示不孝者无权继承。这样一来，女儿作为主要继承人也心里有数。父亲希望凭借财产分配来激励儿女们在他有生之年对他尽孝。写好遗嘱后，老赵没有马上把具体内容告诉儿子，但他让女儿转达给儿子一件事：父亲已经立好遗嘱，并把财产安排妥当了，让他放心。言下之意就是在提醒儿子，爸还握有资源在手，你将来能得到多少可不好说。老赵没有直接指责儿子先前的所作所为，而是选择用这种含蓄的方式给儿子留一个改过的机会和警示。接下来，老赵把存款具体分开保管，他将30万存款分成2部分，一部分约20万存在银行办理了定期存单，另一部分约10万存为活期资金，在另一个账户中，2张存单存折分开存放。对于活期存款，他把银行卡和密码告诉了女儿，并嘱咐她说，这张卡里有10万元，是留作以防万一的急用。如果将来他行动不便或急需用钱，就由女儿拿这张卡帮他处理。至于那张定期存单，老赵则暂时不把密码告诉任何人。他把存单、密码以及遗嘱原件都放进了一个新买的保险柜里，然后将保险柜放在自己卧室隐蔽又安全的角落。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他只告诉了女儿一个人，同时叮嘱她平时先不要对外张扬，等她去世时，让女儿按照遗嘱分配财产。如果自己生前遇到突发情况需要用钱，比如重大手术费用等，女儿可以立刻打开保险柜，取出存折，去银行办理。所有这些安排妥当后，老赵心里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以往他每晚琢磨钱该怎么办，焦虑得睡不着觉，如今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睡个踏实觉了。效果，这场财产保卫战，老赵分成2步走。第一步测试出子女谁靠谱，第二步据此调整资产分配和保管策略。我们可以说，这位72岁老人用他的智慧，为上了年纪存款放哪里最安全这个难题交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那么在实施了这个妙招之后，老赵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最明显的变化是2个子女的态度都出现了转变，尤其是儿子，在得知父亲把主要财产依然抓在手里并立有遗嘱之后，态度明显收敛了许多。原本对父亲关心不多的他，
也开始时不时打电话问候，逢年过节主动接父亲去自己家里团聚几天。或许是出于内疚，或许也是意识到父亲手中还握有资源，儿子的言行举止比之前殷勤了不少。女儿那边则一如既往的关心父亲，只不过心里也明白父亲对自己的信任更重了。他隔三差五就来探望，陪他聊天散心，让老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老赵看在眼里，心中感慨良多。果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有了钱在自己手上，子女对他都更上心了。老人和子女之间有时候就是这样，现实又微妙。一个经济独立，身上还有矿的老人，更容易得到重视和尊重。老赵庆幸自己找对了方法，既维护了晚年生活的保障，也维系了家庭的和睦。随着孩子们态度变好，他们也再次提出让父亲搬去同住的想法。儿子主动提出让父亲搬来城里住，甚至表示可以让父亲轮流住在自己和妹妹家里，以便大家都有个照应。女儿也欢迎爸爸去她家小住，说这样可以更周到地照顾她。面对子女们的盛情邀请，老赵心里明白，孩子们当然是真心想尽孝，但多少也有表现给父亲看的意思。他思忖再三，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孩子们一个机会，便同意了轮流去子女家试住的提议。接下来半年多，老赵分别在女儿和儿子家各住了一段时间。孩子们对他的照顾确实比以前更加用心了，生活起居安排得妥妥当当，连儿媳妇也变得客客气气，不再像之前那样嫌东嫌西。按说老赵应该满意了，但住着住着，他却发现自己有点不习惯。虽然子女们都很孝顺，态度也热情，但毕竟那不是他自己的家。他总觉得生活节奏不一样，许多地方放不开手脚，孩子们对他太过客气，反而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似的，有点拘束。比如晚上他想看电视，又怕吵到孩子休息；清晨想出门晨练，又担心影响孩子。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的，完全不像在自己老宅那样随心所欲。几个月下来，他愈发牵挂自己悠闲恬淡的小院生活。终于，他向儿女摊开讲，表示自己还是想回老家住。他说孩子们对他很好，他很感激，只是人老了，住自己熟悉的老屋更自在。人老了，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老窝儿女们。听他这么一说，也能理解老人的心情。虽然有点不舍，但他们还是尊重了父亲的决定，专程开车将他送回了老家。回到阔别多时的老宅，老赵常常舒了一口气。他并非不领情子女们的好意，只是他深知，有时保持适当的距离，反而让亲情更长久。子女们各有各的小家庭和忙碌，他不愿自己常住去干扰他们的生活。更何况，他已经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为晚年买了一份保障，倒也不必非住在谁身边才安心。相反，他觉得财产和安排都落到实处后，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有滋有味。为了确保独居生活的安全舒适，回家之后，老赵做了2件事。第一，他给自己添置了一部功能简单的大字体手机，并随身携带，还设置了一键拨号联系女儿和邻居，有什么情况可以及时求助。第二，他决定请一个专业的保姆或护理人员来帮忙照料日常起居，子女们对此非常支持，女儿还亲自帮他物色合适的人选。很快，他们通过家政公司找到了一位50多岁有经验的李阿姨做住家保姆，每月工资5000元，由老赵自己支付。李阿姨脾气性格都不错，手脚勤快，厨艺也很好，每天为老赵买菜做饭，打扫卫生，还时常陪他聊天解闷。更重要的是，老赵有高血压、糖尿病，需要按时服药，李阿姨便负责提前准备好药，并提醒他服下，让他不会忘记吃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照料，老赵的生活品质明显提高，身体也比之前硬朗了许多。有了保姆的贴心照顾，老赵非常满意。他觉得用一小部分存款换取贴心的生活照料很值得。就这样过了1年多，他的生活平静而充实。然而仍有悲欢离合，这位好保姆因为老家父亲生病，不得不辞职回家照料亲人。临走时，老赵除了一般结算工资，还特意多付了1个月薪水，表示感谢。送走李阿姨后，他心里空落落的，
毕竟年纪大了，自我照顾确实有些吃力，子女不可能随时待在身边，保姆走了就得重新寻找合适的人选。短时间内连续找了几个保姆，不是嫌工资低就是服务不到位，老赵都不太满意，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另一个曾经抗拒的选项，就是去一家专业的养老院。其实更早以前，老赵对养老院这3个字心存偏见，总觉得那是子女不孝才把老人丢去的地方，环境条件肯定不好，老人跟一群陌生人在一起也不习惯。然而随着年龄渐长，加上这次保姆更换的波折，他渐渐意识到一家条件好的养老院或许能够提供更加全面稳定的照料。恰在此时，他在公园里遇到了一位老友李大爷。老李头兴致勃勃地跟他分享说，他哥哥现在住进了一家新开的养老院，过得非常高兴，环境好，吃得好，还有人一起聊天打牌。起初老赵听了只是笑笑，觉得朋友可能在夸大其词，但经不住老李的极力邀约，他半信半疑地决定亲自去看看。周末在老友的陪同下，老赵来到了镇上一家新建的养老院，一进门他就愣了一下，他惊叹，这哪是自己想象中的敬老院，干净明亮的大厅，热情有礼的工作人员，环境布置得温馨而现代，完全颠覆了他过去对养老院的印象。工作人员热心地带2位老人参观，每位长者都有独立的居住房间，房内设施齐全，电视、空调、热水器、独立卫浴一应俱全，还配备24小时紧急呼叫铃。养老院的餐厅宽敞整洁，菜色丰富，营养搭配合理。院子里绿树成荫，有花有草，有鱼池、小花园，服务人员态度都非常好，让人感到安心。每隔一段时间，院内的医护人员就会给老人做例行检查，发现有病及时治疗。餐厅的伙食也不错，品种繁多。那些身体好的老人们，有的聚在一起下棋，有的打牌，有的去跳舞，有的看书看报，还有老人练习书法、弹琴唱京戏。整个养老院热闹非凡，充满了生机和欢声笑语。看完之后，老赵原本的顾虑消除了大半，原来养老院也可以这么高级，跟他印象中凄凉冷清的情景完全不同，反而像一个设施完善的疗养度假村。他询问了费用，院长耐心地介绍说，这里采取会员制，每月费用根据房型和服务级别有所不同。像他这种身体基本健康、生活能自理的老人，每月费用约6000多元，包括食宿和基本护理。这个数字对普通家庭来说不算低，但以老赵目前的经济条件，其实负担得起。每月6000多，光他和老伴的退休金加起来就接近这个数了，再加上银行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每年还能贴补一些。他想了想，钱存着就是为了老有所养，如今有了不错的选择，花点钱也值得。于是在和子女商量后，他决定办理相关手续，正式搬进这家养老院颐养天年。搬进养老院后，老赵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晚年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再也不用担心生病时没人照料，每天都有医护人员关注他的健康指标，他也不再为孤单发愁。邻舍都是同龄人，大家很快熟识，每天一起聊天谈心。节假日，院里还会组织联欢活动，热热闹闹。更令他欣慰的是，他的儿女们看到他在养老院过得开心，也都非常支持。平日工作忙，他们可能无法时时陪在身边，但有专业护理人员代劳，他们也放心许多。有空时，儿子、女儿会各自带着孩子来看望他，还常把他接出去短途旅游，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品尝各地的美食。虽然不是每天腻在一起，但亲情并未因此疏远，反而因为每次见面都怀着期待，变得更加珍贵。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越活越精神，他常笑呵呵地说，如今烦恼都解决了，身心自然愉快，一辈子攒的钱终于花在该花的地方，所以他过得踏实舒心。启示：回顾老赵一路走来的抉择，不难发现，他最明智的地方就在于始终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他没有在老伴去世、一时脆弱时就把所有财产匆匆交给子女，也没有倔强到拒绝与子女分享任何信息。相反，他冷静地分析利弊，创造性地用一招分而治之的方法，既测试了子女的可靠度，又保障了资金的安全和灵活。可以说，
他把存款放在了最合适的地方，既放在自己手里，又放在值得信赖的人心上。定期存款、遗嘱、保险柜，这些是物质层面的妥善存放，而子女的孝心和亲情的维系，则是精神层面的存放。双管齐下，让他的养老钱真正发挥了作用，让他的晚年真正有了依靠。许多人或许会问，难道每个老人都要像他这样心机重重、算计周全，才能安享晚年吗？其实，这背后反映的是老人对安全感的渴求，以及对子女真心的期盼。老人的钱不仅仅是钱，更是面对晚年风雨时最后的保护伞和尊严所在。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手里有存款，老人心里才踏实，有底气。与此同时，如何处置这笔钱，又牵动着一家人的和睦。老赵的经验告诉我们，上了年纪，存款最好不要一股脑全交给儿女，也不要一分钱都不透露。他选择了中庸而聪明的做法，适当亮底牌，又不完全交权，既争取了子女的敬重，又避免了自己被架空。他为自己的存款设置了多重保障，还利用财产分配来引导子女的行为，可以说考虑得非常长远而细致。总的来说，老人存款的最佳归宿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点，而是一份周全的安排。银行里存着钱，有利息收入，安全可靠，但要确保关键时刻能及时取用，需要提前安排好备用人选或法律文件。交给子女保管，虽然省心省力，但也要防范可能出现的人心变化，最好留有余地。把钱花在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上，更是物尽其用。比如请保姆、入住优质养老社区，这些投资换来的是健康和快乐，远比钱躺在账上更有意义。同时，老年人理财以稳健为上，不要被所谓高额回报的投资诱惑。像定期存款、国债这类虽收益不高却安全可靠的方式，更适合追求稳妥的养老需求。千万不可贪图一时的高利而掉入陷阱。老赵72岁时想出的这个妙招，成功的让他的存款发挥了最大价值，在他在世时保障了生活无忧，在他身后也能妥善惠及儿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子女也因为他的处理方式而有所触动，更加明白了孝顺的重要。可以说，这位老人用智慧为我们上了一课。对于广大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不妨从老赵的故事中得到一些启发。存款最稳妥的放置方式，不是单纯的放在银行或者枕头底下，学会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资产配置和应急安排，适当信任可靠的子女，但不完全依赖，保持经济独立性，才能换来晚年生活的底气十足。这样一来，即使在暮年之中遇到风雨挑战，你也有足够的资源和方法去应对，最终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度晚年。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上了年纪，存款要放哪里？或许最好的答案是，放在既保险又让自己安心的地方，既放在银行账户里收息增值，也放在自己的精心谋划和安排中。当你的积蓄拥有了周全的保障和灵活的调度，你的晚年就真正握有了安全感。有了这份安全感，你才能守住自己的养命钱，活出从容自在的幸福晚年。